你好，我是廖佩薇，今天又到了我们的天使卡祝福的时间。记得哦，在每一次连接这些卡的时候，心中都充满着爱，因为我们这是爱的许愿卡。心中怎么充满爱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要常常守护我们这颗心。在所谓的原始佛法里面，有一种叫做守护自己心的一个禅定方法，也就是说，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心有没有让负面的能量侵入进去，让它变成一个习惯，这样你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我要，这个是我不要的。他们在初阶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原始佛法，到后来会慢慢的养成喜乐的心。所以你现在可以让自己充满喜乐的心来抽牌卡吗？你会跟你的爱连结哦。记得不管是好跟不好，或是不是连接到你懂不懂，都不要那么在意。记得天使给你的提醒你或祝福你的部分，都可能是这一个礼拜你需要留意的部分，会对你有帮助的哦。希望你能够守护你那份喜悦的心，让它随时保持在喜悦里。有些人他会不知不觉地跟着自己的习性走，所以一直都处在负能量里面，所以会觉得天天心情都不太好。尤其现在我发现忧郁症的趋势越来越强了。我觉得在于我们真的没有允许自己的情绪，然后记得一件事情，不要对忧郁症人讲说你不要想太多，这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所以好好的陪伴就好，好吗？那今天对大家慈悲一点，我其中有一张是锻炼慈悲心，好吧，我就不要一定要那么搞怪我们从第1章开始到第5章，从第1章开始锻炼慈悲心，从不同角度来看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是你知道吗？我常常会觉得很多人会没有机会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价值观。尤其是以前的你应该有发现，人年纪越大越固执。为什么？他已经没有那个能力转身来看看自己的价值观是不是一定对的呢？那个你想的跟你觉得的一定是对的吗？你有办法有看到自己可能错的那个理由吗？所以训练自己的慈悲心，最重要是要训练自己对自己的慈悲心。亲爱的，你爱你自己吗？你对你自己好吗？你有没有常常让自己陷入那种负面能量里面，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喜乐的心这是一件非常觉得令人很伤心的事情，也很累的事情。我相信如果常常处在那种焦虑害怕的人应该懂这种感觉。所以练习自己的慈悲心，你就会把这个慈悲心分散到很多人的身上，因为他们自然会看到你的淡然，看到你的舒服。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会有很多人愿意靠近他的，好吗？你也可以训练你的慈悲心。抽到这样牌卡的人，可能你平常会比较喜欢就是横冲直撞的，比较急一点，慢慢的来，好不好？我都会说慢慢的来，因为你经过这么长的生命，绝对不可能是你一时半刻就可以整理得很好的，可以让自己一直处在喜悦的心里面。我们会常常忘记，这是正常的，好吗？再来就是你抽到的，如果是2号，拥抱你的情绪感受，不要压抑你的感受，也不要批判自己的情绪。这是我觉得多数情绪不是很好的人一个很重要的状况，就是会觉得好像我这样想是不对的，我的内在法官告诉我不行，我不能这样想，我应该要怎样。尤其很多比较善良的人吧，我们讲善良是打比喻，有些时候实际上那个善良可能背后还是有一点需求是我们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最近有一本书也蛮红的，善良需要一点锋芒。那也就是说比较善良的人可能会批判自己说我这样好自私。实际上那个我这样好自私的背后还有一个情绪，就是我可能觉得这样别人如果发现了会不喜欢我。这个情绪背后又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害怕我是孤单的，我害怕我不被爱的。这个情绪是要一点一点的探索。你有吗？你会吗？
还是你只是在乎他有没有告诉你拥抱你的情绪感受？如果你愿意拥抱的话，你的生命会真的自由很多。亲爱的，慢慢练习好吗？你的爱很丰盛的，真的，你的爱很丰盛的，所以不用担心有什么人不爱你。记得你能长到现在，跟你被爱的关系也有关系。不要让过去的记忆成为包袱，好吗？你是被爱的，而且你是值得被爱的。接下来，如果你是抽到3号，真诚是根本之道。想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说真话，而且态度和善。你知道什么人最在意要说真话吗？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占星师的话，水瓶座，又或是你的宫位11宫很强的人，很希望听到是真诚诚恳的话。如果你跟这种人交往，你是带着一种 social 或是一种假笑的感觉，假笑假笑的感觉，他是感觉得出来，他会远远的离开你，他会不是那么的希望跟你很 close 的感觉。所以真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常常在想，我常常会说，周围的人都会跟我说我很敏锐，我的反应很快，我从小常常会被这样提。那实际上我心里就常常会想，比我聪明的人太多了，所以我要努力，我要让自己，为了自己我要更努力。所以不要觉得别人都看不出来你的真诚，你是不是说了真心话。实际上所有的非语言讯息都会告诉一些念心理，或是一些非念心理只是经验很好的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真诚真的很重要，会让你周围出现很多满满是爱的朋友。好，接下来第4号，当作你身边有伴侣。无论现在你身边有没有伴侣，你的行为都要像有伴侣在身边，时时刻刻为他们着想。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以为就说好像自己一直想象身边有个伴侣，实际上那是一个心态。你的身边是不是有伴侣呢？那个感觉很重要。如果有伴侣的话，你就懂得怎么替别人想。如果你有伴侣的话，你就会懂得慈悲。如果你有伴侣的话，你就不再孤单。你孤单很久了吗？所以会抽到这张牌。如果你觉得孤单，让自己做自己最好的朋友，或是让我的视频可以陪伴你。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孤单的人常会陷入一些负向的情绪，或是会觉得自己都不被了解。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尤其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自从 FB 或是 Twitter 吧，一些社群网上出现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爱跟感情跟朋友之情都只剩下那个赞而已，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情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如果你有情绪上的困扰，或是你想催眠，在这边跟你工商时间一下，我预约时间是早上11点到下午5点。你可以选择情绪上困扰放松的催眠，或是瘦身的催眠，都会对你有帮助。如果真的周围的人有很多的批判，没有办法放下别人对我的批判，那就让自己试试看催眠。但是记得，我还是那句老话，这是一个长期的课程。我们因为这个长期，我们在几堂内会有特价，不是因为那几堂就会好，而是因为我们希望慢慢的来，好吗？那如果你只想做一次，就不要浪费你的钱了，你可能会很难过很久，因为没有催眠师在帮你调整情绪回来，好吗？那接下来就是5号，事情并非如表面所见到的那么简单，要去认清一切事物的真相。实际上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现在谷底里面觉得很不快乐，然后觉得现在自己非常成功，非常的自大。实际上这是两面刃，实际上都是同时存在的。非常渴望，他也可能希望可以坐上那个很成功的位置。非常成功的人，他可能内心也有那个因为很渴望，所以他努力的往上爬，所以才会有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这样的心理学派。那我们要讲到的是，事情的核心可能不是你这样子，有时候在低谷
就是因为你心里太渴望某些事情，你就陷入低谷了。那如果你在成功的时候，变得很自大，那也是低谷。所以事情的核心可能不是你心里所想的那样，有太多的面向。亲爱的，你有没有注意过呢？注意过你自己，爱过你自己呢？如果你深深的爱着你自己，或是允许你自己，我相信你会看到这些，静静的慢慢的让别人贴近你的心，或是让自己贴近自己的心，你会觉得幸福无所不在。希望现在在看视频的你，觉得幸福满满，非常的洋溢，而不会觉得自己是孤单的。我陪伴了你，谢谢你今天参与，我是廖佩薇，拜拜。